귀주성의 대표 홍차, 준이 홍차의 원산지인 메이탄에 온 상훈 씨. 오늘 영상에는 드디어 메이탄의 핵심 산지인 운귀산을 담아보았습니다. 이곳엔 메이탄 차 산업을 존재하게 해준 차의 시베지가 있다고 하는데요. 과연 그 모습은 어떨까요? 또한 이번 영상에는 귀주성 차 산업과 관련한 풍성한 이야기들을 담았답니다. 함께 가보시죠. 世界茶度 茶都哦，对煤炭煤炭，然后呢，云贵山，你看这个是，你看这个造型，看到没有？是一个什么字？云贵山这个造型，这个造型是茶字啊。这是你们煤炭县特意搞的一种对，茶香。这个大门都是一个茶字。就证明这个就是一种这个煤炭茶的一个原产地了，是吧？那从这边我们要走多远了？这个开车10几分钟。10几分钟，不到20分钟就能到。我看这个县城的海拔已经是950到1000左右。对。那10几分钟的话，应该是1200、1100海拔吧？对，1100到1200海拔的茶园为主。煤炭大多数的茶园的海拔都是超1000的。都是属于一些高海拔茶叶。相对来讲。那你们一般贵州这边春茶的时候也是这么下雨吗？应该不是吧？春茶会好一些，相对来讲，对，因为它汛期呢，基本上就是5、6月嘛，6、7月它是汛期，就是煤炭县呢，它是一个比较四季分明的地方，就是四季分明的，对，它就是该冷冷，该热热就是但是呢，像东吴沿海夏无酷暑，就是它不会说特别的冷，也不会说特别的热，反正六月份的话，本来是这样经常下雨的，是吧？对，6月份真的是跟韩国一样。对它的这个雨季的话，它可能会连着很多天。对。然后像春季呢，它是梅雨季节。梅雨季节的话，看这个气候了。有的时候呢，它也不怎么下；有的时候呢，它下一点，也可能是晚上下一点，但是白天呢就那个亮开了，然后呢，它那个云就撤开了，也比较通透。就是多数来讲，春茶的话还是比较有利于采茶的。我们现在去的地方就是什么梅水沟。对，梅水沟村，然后呢，就是有一座山叫云贵山，就是我们刚开始看到的，那个就是这条路呢，就是通往梅水沟的，然后也是通往这个云贵山的。云贵山呢，就是单独的一座山，也是我们贵州的一个茶叶名山，茶叶名山，对，也算是我们煤炭县的，就是茶叶的一个起源地。这样，因为云贵山上的种的茶呢，它种的时间比较早。意思是贵州的老班章了。有点这种感觉吧，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呢，它对于这个这种就是以前的历史文化、茶文化呢，就是大家去介绍的相对来讲会比较少一些。明白，没有太去注重。对。很多时候你们这个整个行业产业线还是没有那么热情的做这种操作了。对，更多的就是茶叶做出来就是真材实料所谓的就是以质论价，而不是以故事论价格你们都讲成本是多少啊？哎呀，就这样开始吧。对，基本上它就是大多数的这个茶商、茶企的，它是这么去核算为主的。当然也会有做自我品牌的，它也会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叫品牌溢价了嘛就是包括在云南其实应该也会有吧，对不对？它也会有一些茶农呢，他可能就是说我挣一点加工费是吧，养家糊口就可以了，他没有说太去炒作。但是呢，如果周边的人都在去炒作这个事情，那他看到别人都挣得更多，他可能自己的话也会去涉及到更多的一些文化内容。它确实有才有说，才有的说，对吧？对。那意思就是，真正爱茶的人现在可以关注这个贵州这个地方了，是吧？因为还是性价比好，这个意思吧？对。其实贵州的茶叶呢，它的优势还是很多的。其一呢，就是一个地势条件嘛，因为你能够看到，就是贵州。它的这个气候条件比较好，然后呢生态比较好，这个生态好了之后，从原料的角度来讲，它就一定不会差的，这是一些高山云雾的一个状态。对，哇，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就是市场的这个角度来讲，或者说从原料的价格来讲，它的性价比就比较高，因为我们这边炒作的。这种所谓历史古树它的这个就是附加值它要低一些，但是其实针对于
我大多数的这个就是喝茶的人来讲嘛，需要有这个对就是了解，但是呢不用，如果说不是那么注重的哈，对就更多的我要求的是我喝到的这一杯茶叶，对给我呈现的香气、口感、滋味是吧？这杯茶汤它本身的质量。对啊，可能更重要的话，那贵州茶叶可能就会更有优势一些。因为它的包括这个价格上面的话，对，也会更亲民。对对对。所以说贵州呢是一个全国各地名茶的一个加工集散地，相对来讲呢，很多时候是给别人做了嫁衣。也就是相当于说是很多呢，就别的地方来贴牌。相当于比如说把这个散茶，对进行批发过去了之后呢，然后人家再以别的地方的或者说那个当地茶商的这个就是它当地的品牌包装进行对外出售，那它的溢价空间就会更大一些。明白，就是当个其他品牌茶的一些生产基地了。对。여러분 지금 저희가 올라가고 있는 산이 이 위에 그 형님의 차밭이 있는 곳이 윈구이산이라고 해서 운귀산이라는 이 메이탄 미담현에서 꽤나 중요한 차산입니다. 지금 그 차밭을 좀 올라가고 있는데 지금 여름 장마철이어서 그런지 안개가 엄청 심하네요. 와, 这里感觉跟那神仙住的地方一样。这里算上去的话，2条路都可以上去。从这边上去啊？对。明清贡茶园。300米。오요. 길이 다 막혔네. 야, 완전 야생이구만. 我觉得贵州的这个建筑风格还是比云南好，更有一些那种文明的感觉。这个呢就叫强美民居基本上我们整个梅潭县的建筑的话，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乡村的民房建筑，都是2层到3层2层到3层，然后上面盖瓦，就青砖白瓦。现在我们去的第一打卡的地方就是明清贡茶园。 와, 여러분 여기를 왜 윈구이산이라 하는지 알 것 같습니다. 안 보여. 앞에 산마을이 안 보입니다. 야, 뭐 그림 같다. 와, 这个前面的这个明明是윈구이산哦。对，前面依然中山小嘛。怎么大一些？海拔1200多。1200多。哦。岩石。这个就是风化岩石。 这个不是什么花岗岩然后呢，像我们这个边上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土里面的话，基本上它就是属于那种乱石结构和这个福建的不太一样我们这边是乱石为主是那种乱什么？乱石。对。这个给我看一点跟武夷山又不一样的。对。 武夷山呢，它是整块的岩石为主。对。我们这边是风化的岩石，就是叫风化土为主。而烂石结构的茶叶呢，它就是可能在内含物质的矿物质会更多一些。相对来讲。矿物质。对。就茶叶里面有很多的元素嘛。对。多了之后呢，它茶叶的口感它会更丰富。因为以前来讲呢，叫药食。 是同源嘛，茶叶呢也是作为什么呢？一个药用价值，作为一个药膳的。对，代替那个中药的。对。但是现在在我们国家，茶叶的话是明令禁止以任何的功效或者说以这个药品的方式就是药品的作用进行宣传和推广的。因为茶叶它现在被归类到的是食品类目。对。 像这个就是古茶树，其实这个也不是古茶，你别看着这么小就我跟你讲的，像那个大红袍，知道吧？那个也不大，对不对？对，母树大红袍。它是不是树龄也很老了？一样的。那里有一株，这里有一株，然后更大的在前面。这不，我们这里的茶叶呢，就是非常干净。这个茶桶里面呢是不会打这个农药、草甘膦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些杂草，它是生长在里面。就是。
对，完全是一种有机的一些生态里。对，它就是茶叶的话，茶草共生啊，就相对来讲呢，这样的就是它这个生物多样性形成了之后呢，茶叶说白了，咱们消费者呢，或者说茶友呢，喝起来会更安全，更放心。对，感觉这个芽头是很少啊，对吧？对，现在呢，因为这个季节来讲的话，它芽头长起来，它一般都不会很肥的，它会长势会比较快。就说像这个茶叶，它叶与叶之间的间距就会比较长。对对对。对吧？因为春季呢，就哪怕是一芽二叶，你看现在的一芽二叶或者一芽三叶的话，就很长了。因为这个季节呢，它的这个日照时间相对来讲，或者说气温比较高，雨水多，然后茶叶呢，它就是长势会比较快。春季的时候它就很短，一芽二三叶的话就很短，或者单芽的话就比较小。明白明白。这个就是任何的植物生长都是这么一个规律的。这里就是你们村就特意做了一种经典。就是，其实这个茶叶呢，基本上在我们整个梅潭县就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用的。所以说这里呢是我们这个梅潭县的，一个比较地标性的，或者说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地方。标杆。明清贡茶园。明清贡茶园。一个简介。关于这个茶叶的一个树种或者说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情况。明白明白。以前这个云贵山古茶树保护区已发现古茶树1万余丛。就是其实以前这一片全部是古茶树，知道吧？我很小的时候我在这里来采过茶。然后呢，但是现在很多都被砍了之后呢，种成了这个叫小叶福鼎，这个茶叶叫品种叫华茶1号。华茶1号。华茶1号也叫福鼎大白，就是叫福鼎大白。大白茶。福鼎大白，福建那边的引进的品种。这茶叶呢，我们就是来做那个绿茶的。主要原料就是我们当地的地方名茶，叫梅潭翠芽。对对对。因为它是属于叫小叶种、中小叶种。这个茶叶呢，它的特点就是制作的绿茶呢，它的氨酸含量高，它口感会比较甘甜，外形比较好看。不管是做单芽还是一芽、一二叶的这个绿茶，它的口感优势会比较好一些，会比中那一种喝起来就比较苦涩，但是这个呢喝起来比较甘甜。对，那意思就是整个梅潭就主推你们的高端绿茶是吧？对，梅潭其实来讲，就是对外的名片的话，就是高端的绿茶。那个翠芽。对，然后批发端的话，主要是中端偏低一点的一些绿茶了。就是在零售端来讲，就是对外的宣传。零售端的话，其实是中高端的绿茶为主。明白明白。对嘛？大料厂云贵山古茶树群。14年立的牌，这个是。已经是10年了。11年了。对对对。11年了。哇，梅潭县文物保护单位立的。这个上面你看这个草呢，已经把那个覆盖了，上面有个石碑就明清贡茶园4个字。明清贡茶园。对，那个也是古茶树。这后面是一种古茶树。비오가니까 완전히 대박이다. 这个呢，看起来就更大一些了。对对对。这个被铁栅栏有些，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个铁栏围起来的，铁链。对对对。虽然围也围不了，只是说做一个什么呢？对对，感觉嘛。对，这种感觉，而且呢，也代表着说这个茶叶呢是被保护的。你看这为什么我们在店里面说的时候，我说为什么这个茶叶没有下秋茶？那你看这个茶叶能不能采下秋茶？没有吧，对不对？对，已经都木质化了。对，都木质化了，你看。哇！而且这个就是原生果对。这个就是我们本地的群体种。群体种。对，它这个群体种的话，本来是一种灌木是吧？对，灌木。但是长得这么……它灌木的特点来讲呢，它就是它是藤条型。藤条型。对，藤条型。然后呢，它是往四周生长。就它的最开始发出来的这个就是枝条会比较多一些。它就不像那个就是灌木的话，它是独干的往上面走。对对对。然后这个呢，它就是四周生长。你看，这上面都很多的青苔。其实来讲的话，这个在广东的叫什么叫虫味是吧？对对，老虫那个老虫水仙的那种就是虫味。对。其实这个青苔它的生长的2个方面。一个是这个雨水第二方面呢就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是靠风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就是有
叫当风口一点的地方，就是风有吹到的地方，它容易长这个青苔。对。然后呢，就是树龄比较老一点的，哪怕那种30-50年的也会有这个青苔。只能说它这个主要呢看有没有打这个一些农药或者草甘膦之类的。如果说保护的比较好，它就会有这个青苔。但这个树呢，它一般来讲不会很大，不会长得很高大。对。然后它就是藤条性的，但是这个树龄，就是这个明清贡茶园，你看这边。茶园记。其实来讲，就是据这个就是明朝和清朝，距今的话就是400多年。对。就是当时作为这个贡茶的它的时间点来讲，最起码这些茶园的话，茶树呢它的这个历史呢就是400多年的一个。已经400年了。对，400多年的一个树龄。这个根部其实来讲它是在土里面的，其实它的根部的位置应该是很大的。对。上面你看着，怎么只有这么一点，还不够管出，但实际上它的根部是很大的。它因为它的这个集中生长的地方，它是生长根部，然后呢，其他的话它要供应这个四周的这个枝条的营养。但包括它的根系其实扎的是很深的。所以这个茶叶呢，来讲的话，就是目前在我们整个梅潭这几棵茶树的话，算是就是最古老的了。当然和这个树林应该也有差不多的，只是说没有像这里呢。就是被保护起来，因为它可能就道路的话更偏僻一点，或者说离山区里面就没有那么的方便。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那种长得比较稍微大一点的，但是像这么大的会很少了。这么大的很少。整个梅潭来说，这个算是最大最老的一种。对，最大最老的。最老。와, 여러분 이게 이제 이 메이탄 여기서 제일 오래된 수준의 그런 나무인데, 와 이렇게 자라네요. 약간 그 철과는 모수랑 되게 닮았습니다. 그럴 수밖에 없는 게 이게 나무가 교목형이 아니고 관목형인데 이렇게 자라서 그렇다고 합니다. 와, 이거 대박이다. 喜欢茶叶的人像看到这些的话还是很有兴趣的。对。哇，疯了。